不好了！孙导刚刚在发唠叨，说他的戒指不见了。苏婉君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没拿你的戒指，她是沈慧妍定好的女主角，点名要看她。可戒指明明从她西服箱子里掉出来的。没拿？那这戒指是自己钻进你箱子里的？今天不止我碰了这箱子，我排练化妆期间，谁动过戒指，何时丢，全部可以查清。戒指从你箱子掉出来，你还要去查别人，简直荒唐！婉君，孙导的戒指从不离手，剧团里没人敢碰，你别狡辩了。没人敢碰，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箱子里？孙导，婉君姐不是这种人，她对戏最认真，绝不会故意拿东西。只剩3天就要汇演，传出这种风声，不仅婉君姐毁了，剧团也会被笑话。她太想进省剧团，压力太大，我怕她一时糊涂做错事。李美娟，婉君姐，我真的是在帮你说话，帮我说话，就不要替我认下糊涂的罪名。沈慧妍是全县的脸面，出了这种丑事，我怎么敢让你上台？我根本没有拿。戒指在你箱子里找到的，铁证如山。不是我放的，谁能证明是我做的？没人证明，不代表我拿了东西。孙导，不能这么草率定罪。你来这里掺和什么？箱子没锁，后台人来人往，谁都有机会触碰。你有证据证明别人动过，没有证据就是搅局。没有调查就定罪，不合剧团规矩，也毁人清白。汇演名额是我签字推荐的，你也在主演名单上，你非要替他闹事儿，我直接划掉你的名字，取消你所有资格。我不是闹事，我只是要还他清白。省里领导后天就到，全团停工陪你们查案，县里的脸面不要了。我可以暂时不上台，但不能被安上偷窃罪名。给我半天时间，我自证清白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任何条件。即日起，苏婉姿瞿明剧团划掉省汇演参演名单，本次汇演女主角由李美娟顶替。孙导，我资历不够，我怕撑不住整场汇演。撑不住也得撑，剧团不能因个人过错停摆。孙导，你这是彻底毁了他一辈子。路是他自己选的，错是他自己犯的。婉君姐，你清点清楚再走，免得日后又说不清。李美娟，你手上的胭脂粉是从哪里蹭来的？后台到处都是胭脂粉，我哪里记得蹭在哪儿？你别乱咬人！这种独特色号，整个剧团只有我这一盒。把手伸出来，当众查验。我好心帮他说话，反倒被恶意攀遣。后台人人都沾过粉，凭什么只盯着我？戒指的事儿没查清，你还敢无端攀扯同事？我的私人物品被人翻动，他身上有专属痕迹，一点粉末而已，根本做不了证据。孙导，这件事疑点重重，不能这么结案。你把嘴闭上！你再替他闹事，你的名字一样划掉，汇演资格、推荐名额、留团工作全部一笔勾销。周明轩，你信我吗？你也想被彻底划掉吗？我信他。你要替他说话，就别去省汇演了。他不会拿别人东西。为了这么一个人，把自己钱都搭进去，太不值了。明轩，你别冲动，婉君姐已经这样了，你别毁了自己。把手伸出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心劝你，你反倒怀疑我。婉君的胭脂盒被动过，团里敌有那色号，你手腕上沾着同款粉痕，伸出来让大家看清楚。够了！汇演在即，剧团没空陪你们胡闹。你再闹事，所有资格全部取消。苏婉君刚被赶走，李美娟的名字立刻补上，这不需要核查疑点吗？剧团不能没有女主角，大局为重。那就查所有人手上的胭脂痕迹。我知道你们关系好，可你不能为了护着婉君姐，凭空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李美娟，我还没说你拿，你急着辩解什么？此事到此为止，
今晚全员加牌，私自议论者按破坏慧眼严惩。您看一眼证据，这件事绝对有疑点。这盒胭脂独一无二，箱子被翻动过，后台钥匙进出人员都能查清。王阿姨，您是不是看见了什么？您说实话。谁都不许再提这件事儿。明明有人动过箱子，为什么拒不彻查？剧团不能为一个有污点的演员，仅凭一枚滚出的戒指就能定罪吗？在这个剧团我说了算。再往前一步，我彻底收回你的所有前途，名额全部取消。胭脂粉就是最大疑点，只要彻查，一定能查到证据。再多说一句，我现在就划掉你的名字，彻底断送你的前途。不查不问就直接下定论，这就是剧团的规矩。你口口声声疑点，拿得出实打实的证据吗？你别走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走？他们不查，我自己查，我一定还你清白。你拿什么查？拿你的前途吗？就算搭上一切，我也要查清楚。我要的是清白，不是你陪我一起身败名裂，毁掉前途。我不怕。我怕。你还有慧眼，有推荐名额，有大好机会。没有你同台，我去唱这戏毫无意义。那是你的前途，与我无关。苏婉君，你信我就已经知足了，别再为我冒险。别送我，外面人多眼杂。你要去哪里？去一个不用费力解释、不用自证清白的地方。要是婉君姐没出事，轮不到我顶替，我真怕拖累整个剧团。明轩，等汇演结束再说吧，现在剧团真的经不起动乱了。完全不是原来的味道，气口差太远了。我是临时顶替，剧团大乱，我能完整唱完就已经尽力了。美娟，你耳坠怎么少了一只？上台太急，应该蹭掉了。后台这么乱，丢了也很正常。后台太乱，掉了也正常。耳坠虽不能直接证降级失窃，却足以证明李美娟全程撒谎。苏婉君呢？你看见她去哪儿了？我刚才看见她拎着箱子，急匆匆往车站方向走了。苏婉君，别走，你下来。小伙子，站住！刚才有个姑娘留了封信给你。明轩，别找我，也别替我背这个名声，你信我就已经够了。可你的名字不该和我一起被划掉。他怎么回来了？美娟姐，你认识周制片？都是老剧团出来的人，当然认识。25年没见，没想到他这么有出息。欢迎周明轩先生回乡，您携青妮归来是我们的大喜事。谢谢大家。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拍电影，也是为了找人。周制片，您要找什么人？是女主角人选吗？我要找一位真正的青衣。真正的青衣，不是站过台中央就算，也不是被一纸通报抹掉名字就不配再被人记得。您这话暗藏故事，当年剧团是否有让您难忘的演员？还能是谁？苏婉君呗，当年拿戒指那个。这是李美娟女士，原剧团演员，多年深耕地方戏曲推广。您会是青妮的原型人物之一吗？过往不值一提，我们这代人不争虚名，能传承戏曲，比抢占舞台更重要。唱戏看功底，做人看德行。有人嗓子绝佳，可惜立身不正，路彻底走偏了。
李女士说的对，义德重于一切。电影筹备需要调研老剧团往事，后续还要麻烦李女士担任顾问。只要助力戏曲发展，我义不容辞。明轩，你还记着老剧团的那些事儿？记得，一件都没忘。去档案室调1988年剧团汇演资料，苏婉君开出通报原件。现在人群还没散灭，现在，周制片，25年前的资料几经搬迁，大概率不全。丢失的资料有登记记录吗？老资料没有详细登记。那就调取现存所有原件，不要复印件。找到1988年省汇演资料袋，周总，只有改名记录，没有任何修改原因备注。当年为保住汇演名额，处理得很仓促，我也是后期调岗过来的。调查记录、证人笔录、金戒指物证登记全部没有，全部缺失，无任何存档记录。苏婉君本人的申辩材料呢？没有任何申辩留存记录。一纸通报定了一个人的一生。周制片，那个年代有当时的处理规矩，规矩不能替代证据，更不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。我说谁在翻翻旧纸堆？原来是你回来了，孙导。 25年的旧事，翻出来还有什么意义？因为这一张纸毁了他25年。当年全县盯着汇演，不严肃处理剧团，如何交代？向谁交代？你如今功成名就，说话轻巧，当年若非剧团保你，你走不到今天。我从未忘记剧团的恩情，正因如此，我才回来。周明轩，拍你的电影，别毁了现在攒下的体面。后续电影顾问会，我会专程请您到场。请我做什么？请您当众讲清楚当年这份档案。周总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当年程序违规，要不要立刻采访取证？不急，先让他们知道，我已经看见这张冤屈的纸。那苏婉君，我们接下来怎么找？等待是最没用的事。你找谁？你要找真正的青衣，别问他们。你是谁？当年看见真相的人不少，敢开口的没几个。你当年看见了什么？苏婉君，婉君，是我。你认错人了。我不会认错你。那你就做当认错了。我找了你25年，那就当你今天没找到。苏姐，这是你城里亲戚啊？问路的。问路还问到地里来了，城里人鞋子都踩坏喽。这照片上是唱戏的吧？眉眼跟苏姐也太像了。不是像，她就是。他曾经是县剧团最好的青衣。苏姐还会唱戏，从没听过啊！您平日里连小曲都不哼。苏姐话少得很，但干活顶得上壮劳力。前几年小学戏服破了，还是她补的。
周明轩，别在这里说这些。你还记得我？人老了，记性不好。你们问完路就走吧。我不是来问路的。那更该走。我在筹备电影《青衣》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想请你做顾问。我不会唱戏，也不懂戏。你骗不了我。你一来，我安稳25年的日子就又被当众翻开了。周明轩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别把苏婉君这个名字带回来。苏婉君不是脏名字，在有些人嘴里，她一直都是。我查过当年的通报，无调查记录，慧眼节目单也被人篡改，原本的女主是你。别说了。那份处分材料太薄了，薄到不是在处置过错，是在急着封你的路。我让你别说了，查清楚以后又能怎样？25年的光阴谁能还给我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当年本该站在舞台中央的青衣叫苏婉君。你拍这部电影，是想要毁我的清白，还是想在我伤口处撒盐？我要的从不是你的伤口。可你的电影需要它，没有我的冤屈，这故事少了噱头。别查我，别写我，也别请我。今天你不答应，我也绝不强求。但我绝不会再让你的名字被人随意抹黑。名字在你手里，但日子在我自己手里。周明轩，别再来了。我不谈顾问，不谈旧案，你只看一眼这套戏服，算不算真正的青衣之士？我说了，我不懂这些。就一眼。怎么了？这件衣服，衣服怎么了？这件衣服和当年的那件一模一样，我穿上它，就会有人不高兴。我不是让你演，也不是让你现在上台。剧组缺一个真正懂青衣的人，你可以不露脸，只帮我们把关唱腔、戏服、台步。我不懂。你刚才一眼就看出了问题。我说我不懂。周明轩，我不是不会唱，我是不敢再穿那身戏服。锣鼓声一响，我眼前全是当年所有人审判我的眼神。25年前，你也说过你信我。我信了你，却没能唬住你，是我的错。这次我绝不强求你上台，但你的名字不能再被人随意顶替。25年前救不了，现在也一样。苏婉君，这些年你怎么过得这么苦？听说周制片找到你，怕你心里难受，我特意过来看看你。当年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年轻时候一时糊涂，谁还没犯过错？你安稳过日子，别再被旧事翻出来困扰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我不说，别人就不记得当年的事儿了吗？李美娟，过去2个字不是你替他盖棺定论的理由。周制片这般护着他，莫非是为了电影热度？25年前的旧案从未查清，轮不到你在村口私自审判他。您不能为了拍电影就搅乱别人的安稳日子。您说他是真正的青衣，证据何在？当年站上省汇演舞台的人是我。1988年省汇演，剧团原定女主是苏婉君，她被开除后才由李美明顶替上场，这不是传闻，是节目单留存的铁证。
剧团演员调整本就寻常，节目单修改不代表当年的处分有误。仅凭一张旧纸，周制片就想替他翻案，否定过往另论。我今日无意替任何人翻案，电影也不拍摄谁的风光蜀丽，我们只想找到剧团真正配得上青衣的人。这张节目单，你一直留着？不是单纯留存，我是在等有一天，把属于他的名字堂堂正正还回去。不用进剧组，不用见媒体，只帮我看一眼戏服哪里有错，我立刻让人修改。我不会去首映礼，也永远不会再上台。我这辈子不想再当众听见自己的名字被人提起。我记住了，绝不勉强。袖口那圈花枝，收针的人手艺不对。是谁缝的戏服？后台管衣箱的老师傅，比我更清楚这些针脚。缝戏服的人还活着，他认得每一处针脚，也知道演出当天谁碰过那只衣箱。周明轩要翻当年的事儿，我们必须快一步。他手里握着当年的原版节目单证据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别问了，那年我看见了，但我不敢说。王阿姨，我不是来强迫你的。我只是个后台化妆的，当年没人听我说，现在你也别来找我。你们这些人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我不一样，我当年全靠这份饭碗活命。我只问你一句，当年苏婉君是不是被冤了？我不认识他。王阿姨，我只想还一个演员清白。我只说给你听，不一定录。好。我这些年一听见他的名字，夜里就睡不着觉，可我连梦都不敢梦见他。梦里他从来不会骂我，就安安静静站在戏台边看着我。那就从你敢说的部分开始。我不是坏人，可我也算不上好人。我看见了真相，却选择沉默。那天到底是谁碰过苏婉君的衣箱？那年换演前，团里乱象丛生，省城换演名额是所有人往上爬的机会。苏婉君原定是青衣女主，整个剧团没人能胜过她。那天排练结束，孙导在化妆间发火，斥责众人行头不规整。后台人来人往，苏婉君前去前台找老师改腔，衣箱空持在服装间。李美娟当天没有任何换装安排，本不该出现在服装间。你亲眼看见他拿走戒指了？看见了。他拿了戒指，径直走进服装间。我本想出声制止，可他已经打开了苏婉君的做专属衣箱。李美娟掀开最上层蓝褶戏服，把戒指塞进了衣箱夹层。你确定那就是孙导的戒指？后来搜查，戒指就是从那个夹层同一个位置搜出来的。李美娟就站在一旁，全程沉默，半句公道话都没替他说。我当时真的想说真相，可孙导暴怒失控，全团人都等着汇演名额，谁敢节外生枝？我只是个临时工，全家都靠这份工钱活命。我敢作证就会丢工作。后来呢？事情后续怎么样了？苏婉君被带去办公室，一遍遍低声辩解自己，没人愿意听。我欠他一句真相，欠了整整25年。王阿姨，我想把你的证词录下来，但一切都尊重你的意愿。不行，不能录。孙建国还在，李美娟也风光依旧，别人还会说我翻旧账博眼球。你不愿意录，我绝不公开你今晚说的任何一句话。
那你为什么非要录像留存？当年他是在公开场合被彻底毁掉的，不能只靠私下言语，必须有据可凭。我不想装成大义凛然的好人，我就是怕了25年。你怎么说，我就怎么留存。我叫王桂兰，当年我在县剧团负责化妆、看管衣箱，后台杂活均由我负责。我欠苏婉君一句真相，欠了25年。今日我如实作证，她从未拿过戒指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真相能还她清白吗？这只是第一步。你别只信我一个人的证词，不够稳妥。还有别人看见了真相，不一定是人，还有存档本子。当年汇演后台管控严格，服装间、化妆间进出必须实名登记。记录在哪里存放？旧剧团档案室。剧团搬迁后，所有老旧档案统一封存。那本后台值班记录标注当年汇演字样。若是哪天能再见他，别告诉他我今天哭了。他以前最烦后台人哭，不仅会哭化妆，而且还乱了心态。我要调取1988年省汇演后台值班记录。这么久远的旧档案不一定能找到。黑封皮，右上角白标签，标注1988省汇演。找到了，这本档案刚刚被人借走了。谁借走的？这么晚还有人来借旧档案？来人戴着口罩，说是整理老旧剧团资料，临时借走核对。周总，发布会直播开始了，李美端穿着轻戏服上台了。李女士，您说25年前被遗忘的人是您？我不争名分，可假话说久了，就要变成真的。结缘手续是谁批准的？手续齐全，来人戴口罩压帽帘，我倒水的功夫纸就湿了。这也太巧合了，分明是故意的。当年剧团清贫艰苦，戏服补了又补，这出青衣是我熬了无数夜晚扛下来的。周总，那本丢失的值班记录怎么办？保留好这个夜登记，原样别动。他敢当众登台造假，就让他多说一点。联系苏婉君了吗？联系了，他本来坚决不来，我一说李美娟穿上了那身戏服，他沉默半分钟，只问了发布会地址。李女士今日挺身而出，是因为青衣电影引发的争议吗？我本不想旧事重提，可我不能看着当年唱戏的人被彻底抹除。您是否意味着青衣的原型本该是您？我不敢妄称原型，但当年那台青衣是我一力扛下来的。外界一直传闻苏婉君当年是被冤枉的，您怎么看待这件旧案？我不愿伤害老同事，但一个人离开舞台，不只是命运不公，也有自身缘由。不对呀，当年断桥的唱腔味道根本不是他的，唱红的是另一个嗓子。都过去20多年了，你记得未必准，别乱说了。今天我们请到一位重磅见证嘉宾，当年县剧团孙导孙建国老师为我们揭秘当年真相。孙导，当年苏婉君被迫离团，真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年代久远，当年的处理有当年的规矩与考量。
所以当年的处分决定完全没有问题，是吗？那时纪律大于天，戏唱得再好，人品规矩坏了，绝不能姑息。年轻人拍电影博热度可以，但不能消费旧剧团名誉，翻炒旧事。周制片，请您出来回应一下。他敢当众满口假话，不过是因为我25年不敢站上舞台。现在冲上去争辩，只会落入他的陷阱。周制片既然到场，不如上台回应。请问您是否借着25年前的旧案为电影炒作热度？李女士自称是当年撑起剧团的人，您怎么看待？我尊重每一位坚守舞台的老演员。周制片说话果然体面周全。但青衣从不替任何人洗白，更不替任何人冒名顶替。您是否认定苏婉君当年的处分另有隐情？就事无谓口舌之争，谁说都不算数，唯有证据说了算。可李女士和孙导都是亲历者，这样更好，有2位在场见证，更为公正。青衣首映礼公开邀请老演员、后台工作人员、媒体到场见证，台上唱功高低，当年就是真假，观众听得出来，证据说得明白。我欣然赴约，清者自清，也希望大众不被恶意言论误导。那我首映礼见。他今天的登台造势根本不是临时起意。没错，全是提前布置好的圈套。那本失踪的值班记录也是他派人拿走的。周先生，有人匿名给您留了个快递。送件人样貌如何？男子冒烟压的极低，放下东西就走，不肯留姓名，只说您知道是什么。里面会不会又是伪造的假证据？不是陷阱，这次是有人提前留了后手。原件被借走前，居然有人提前复印疗存了。19点42，李美娟违规进入服装间。她根本不是服装组人员，完全没有权限进入。25年前，真的有人把真相、把证据一条条写下来了。最关键的佐证页面被人撕掉了，还有残留字迹。值班记录不是唯一证据，写下这句配注的人才是翻盘的下一把钥匙。周总，王阿姨的作证视频彻底没了。不止视频没了，现在的 PPT 也不是我们下午最终确认的版本。别动鼠标，立刻拍屏，全程录像，原样保留当前界面状态。这根本不是简单删除文件这么简单。对方是提前替我们写好了明天低头认错的剧本。立刻查文件最后修改时间。15分钟前，我们所有人都在客厅整理材料，没人碰过放映设备。刚才有人说，放映室来过一个送宣传物料的陌生人。谁签收的物料？无人签收，对方说物料紧急，放下东西直接离开了。立刻统计今晚所有进出放映室的人员名单，马上落实。这绝对是有人刻意进来篡改工程，销毁证据。周总，我们要不要直接报警处理？报警可以查真相，但明天的红毯首映戏不会等我们。明天我们拿不出任何证据，李美丹一定会咬住我们炒作。这么晚还在忙工作啊？消息倒是格外灵通。周制片，明天媒体云集，我自然要提前关心一下流程。证据这种东西，抓不稳就别拿出来当众吓人。
王桂兰年纪大了，记错往事也很正常。拍电影可以讲故事，但首映礼不是你审判老剧团的地方。明天你想说的所有话，都可以当着媒体说。好啊，那我好心劝你一句，提前备好一句道歉。明天丢脸的可不止苏婉君一个人。他那边是什么反应？还打算硬撑吗？他手里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。明晚的首映礼，我要让苏婉君连台下的座位都坐不安稳。明天的首映会我不去了。25年前，他们就是这样等着看我解释，看我出丑，看我拿不出证据。明天证据彻底消失，我依旧是所有人眼里的笑话。我不想再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嘲笑第二次。你可以害怕，不用强迫自己坚强，但不要亲手替他们完成对你的第2次开除。如果明天最后还是输了呢？彻底翻盘无望了。就算输，也该是他们在镜头前输掉人品与良心，绝不是你躲在阴影里狼狈退场。你现在还剩下什么翻盘的办法？全程核查电脑访问、外件设备、修改时间记录，分别核查母盘、出入人员记录。母盘怎么样？核心证据还在不在？周总，母盘封盘记录正常，核验码完全没变。核验码没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他忙活一场，删错地方了。周总，片尾隐藏的证据段落完好无损，还在。李女士，今晚您会正面回堵苏婉君当年的争议吗？我无意解说任何人，但我不希望有人提起旧事，毁掉老一辈戏曲人的体面。您这番话是在直指苏婉君女士吗？我不点名。今晚我会让所有人记住，谁才是当年真正的青衣。周总，今晚影片按普通公映版播放，还是昨晚留存的带证据母弹版？按母盘完整版播放。确定要放出隐藏证据段落吗？确定。李女士，关于当年苏军女士的争议，您今晚是否愿意正面回应？我本来不想再翻旧账，毕竟我们都是一个剧团走出来的老同事。可苏婉君当年拿戒指，是我们上下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。戒指是李美娟放进去的。这是影片片尾自带内容吗？那天后台很乱，我是当晚值班人员，孙导的戒指就放在化妆台边，我亲眼看见李美琴动过戒指。后来他又单独去了苏婉群的服装箱旁边。够了！一段来路不明的视频，王桂兰年纪这么大了，随口记错一句话。周明轩，你为了给电影炒热度，故意剪辑假视频我知道你替苏婉君不平，但你不能用造假的手段毁掉我。继续播放。你还敢继续放这种假的内容？李女士，今晚不是靠谁嗓门大。我当年胆小，看见真相不敢开口，眼睁睁看着婉君被开除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
李美娟从服装间出来时，一直心虚的回头张望。我进服装间怎么了？演员进出服装间整理戏服本来就是正常工作，单凭一条进出记录根本证明不了任何问题。单条记录确实无法令顿，所以我们还有完整组证。原来当年沈慧演的院定女主真的是苏婉君啊！节目单说明不了什么，剧团临时调整角色是常事。难道他唱得好，我就该一辈子做替补给他录吗？所以你承认，你清楚那场汇演原定女主是她？我没有，你不要断章取义。继续看下一份证据。你刚才辩解，进服装间只是为了拿自己的水袖。没错，我只是正常取自己的戏服。你的水袖在西侧道具架，苏婉君衣箱在东侧角落。王桂兰证词明确，你当天是从东侧苏婉君衣箱旁离开。没错，当年东侧箱子只有主演能用，婉君的箱子边角去缺掉漆。你还要说自己只是路过吗？我没有碰过他的箱子，你们凭什么拿一张老旧照片凭空给我泼脏水？他从婉君衣箱旁出来时，耳坠线断了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一粒珍珠滚落到了我的脚边。这粒珍珠取自苏婉君旧衣箱夹层，材质款式与当年耳坠完全匹配。一粒小小的珍珠能证明什么？谁这辈子没掉过耳坠首饰？掉落位置是巧合，照片是巧合，记录也是巧合，所有巧合全部指向你，还要继续推脱吗？我只是想要一次本该属于我的机会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只看得见他？慧眼是他，表彰是他，我到底差在哪里？孙导，当年是你亲手宣布开除婉君，你为什么不彻查真相？当年沈慧眼迫在眉睫，戒指又在婉君箱中找到，当时所有人证物证看似齐全，就仓促定了结论。戒指为何出现在他箱中？你查过吗？后台值班记录你亲自看过吗？当年为查清真相就开除苏婉君，是我严重失误。那份通报毁掉了他一辈子的舞台与名声，我向他郑重道歉。苏婉君女士在哪个位置？请她上台。所有人都以为你在台下静静等着一个别人给你的结果。我等了25年，从不是为了坐在台下听别人替我讨回公道。这一次，该你亲自上台，拿回属于自己的名字与荣光。这一次，我自己上台。她还是当年那个苏婉君，一点没变。苏婉君女士，请。我们等你这口青衣嗓子，整整等了25年呐！这一回，我总算敢光明正大站起来听你唱戏了。别怕，灯已经稳稳为你亮着了。
当年我没有核实后台值班记录，我没有询问证人王桂兰，也没有给苏婉君半句申辩的机会。为了剧团颜面，为了汇演进度，我草率仓促处理。那一份公开通报，彻底毁掉了一位优秀演员的舞台生涯。苏婉君，我向你郑重道歉。我接受你的这句道歉，但我更希望往后再无演员因一句未查清的定论被赶出舞台。这些年，我也一直在为剧团付出，坚守舞台。假的终究是假的，靠算计得来的东西从来留不住。我也认真真唱了这么多年戏。电影可以为过往冤屈留存证据，但戏曲不能只活在过去的遗憾里。从今日起，电影青衣正式聘请苏婉君女士担任专属戏曲顾问，后续所有路演戏曲交流活动均由她全程参与。我们将联合剧团启动青年戏曲传承计划，让真正懂戏、爱戏的人站上讲台，传承戏曲。我愿意教，愿意把这门技艺传下去。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坚守初心、不负戏曲的名字——苏婉君女士。